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1号星期日，下雨了啊，下了一夜，现在还在下，但是比夜里的时候小多了。今天还是跑强度课，10分钟热身，然后3个10分钟，因为10分钟要求也不快，好像是245的功率。今天就按照他要求跑，不再比那个要求的冲得快。今天感觉有点累。其实视频里你们看不出来，现在这个坡至少有4%。从我家去大阪城是一路上坡，所以每天回来的时候都比较轻松。这2天有几场马拉松比赛，是不是？今天聊聊什么呢？今天聊聊赛场上我见过的那些比较奇怪的人和事儿。10分钟的热身其实很快，如果很慢的跑热身，2公里，2公里不大。而且10分钟的间隔的训练不好拍了，因为这电量有限，我尽量啊。要是不拍训练，咱们今天就聊天。那一会儿咱来聊。你们看刚才跑过去那人，老在大阪城看见的，感觉是个业余精英，戴了俄勒冈计划的那个白色的帽子。哎呀，我特别遗憾，当时那个帽子就卖过2次，基本上就是上架就没官网，因为我起得早嘛。俄勒冈那时候都是北京凌晨3、4点上架，然后买2顶。现在那位小伙伴还是咱们频道的观众，当时就是观众想要1顶，原价我就转了他1顶，我就有1顶。现在已经戴的就是那帽子里边那块橡胶掉色了，有点可惜，只能收藏了。但是那个织出来的那个俄勒冈那 logo 还是特别的漂亮，一点都没坏，也没有磨损。还有一组啊，还有40多秒，最后一组10分钟能拍多少是多少，然后咱们再聊天。跑得不快啊，大概3分45，3分50，因为3个10分钟加起来30分钟了，我差不多每一个10分钟2.5几或者2.6几的距离。大家想看细节就关注我的 Strava， 每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链接，都能看到我每天跑步的各种数据的细节。咱们一起进步，准备了，开始。
最后2分钟冲起来。跑了2.66公里，10分，还有10来秒，最后10分钟冷身也结束了，之后就往家跑。刚才最后一组我不知道录到了哪儿，最后跑了2公里零660米，10分钟还行。这3组就是一组比一组快，第一组跑了2.55，第二组好像是2.6左右，第3组2.66。刚才到这儿折返，大家看到了为什么马拉松比赛 U 型弯太多不好。虽然赛道上的 U 型弯没有这么窄，但是其实是挺打乱节奏的。马拉松赛道上发生的事儿吧，为什么想说这个？今儿早上看消息，昨天是哪儿一个马拉松，半程和全程在一个终点，2小时17的时候，从半程那边的冲刺选手那儿冲出来一老哥，直接就到全程这边要冲线。那时候好像全程后边还有一个小伙子，可能是有名次的，因为那拉着线呢，拉着那个冲刺线呢。那老哥真敢来呀，奔着线就冲过去了，也没有人拦，就最后裁判给拦下来了。要不然他要把线冲了，都来不及捡起来，后边这小伙多遗憾，对不对？这能在这种马拉松比赛上，业余选手能冲个线，真的是难得的机会。我在马拉松赛道上遇到过好多奇葩呢。那么从远往近讲，我第2次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时候，我是 B 开头的号，跑到那个卫星桥半程左右，那个时候小腿还很容易抽筋儿呢，就几乎已经有抽筋的感觉了。但是呢，我呢发现一个我的特点，就是喷那种气雾剂，就凉的那个，就能缓解好长时间。我就找志愿者。然后正好路边也有志愿者，然后就喊我说：“有喷雾吗？有喷雾吗？”因为那时候跑得慢，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，没有马拉松没有做得这么好，就好多到后边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志愿者说没有了，前面，因为喊的声音比较大，我怕听不见嘛。那边上一个 A 区的老哥，看着得比我大个10来岁，他转头他说我说：“你什么素质？”
赛前不看手册吗？哪有医疗站不知道吗？但我就特别莫名其妙。我这人其实挺记仇的，小伙伴们，就这种人，我倒是不会想起他生气，但是呢，他肯定今生多了一个恨他的人。我也没理他。你看，要搁现在我活到这年纪，因为那时候还年轻，有的时候不敢说话。要搁现在，我就跟他斗两句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你这 A 区的精英选手啊，是不是？”后来我就一想，我就一口气我超过他。最后那场比赛顺利破4，那是我第一场马拉松破4，3小时59分40多秒，他特别极限。为什么说这些？就是有的小伙伴赛道上尽量避免一些问题，就有人招你别理他。之后就是厦门马拉松，一老哥也特逗，然后一开始人特多，刚跑起来老哥想吐口痰，正好我这脚伸到他那个吐痰那位置呢，老哥一下给憋回去了，我跟人乐半天，感觉老哥快呛一口。这没办法嘛，赛道上这些都能理解，这个肯定可以理解。这就是我要说的。前几年还有人说批评这个普通的参赛者扔能量胶这个包装袋，这些我觉得您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。就像我说的，什么事咱讲究规则。马拉松比赛是干嘛的？那是比赛呀。咱说句实话，我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，我得了冠军算不算数？只要我的药检算合格，那就算数，对不对？那凭什么职业运动员能扔，我就不能扔？你跑马拉松时候冲成绩的时候，那个拿个东西你出乎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能看人家跑得慢，说在那他说他好像怎么说的？他说10公里跑了多长时间了，还扔东西，这个不对。那对他来说，那已经是很极限了，没准他已经连一根羽毛都拿不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参加马拉松比赛啊，你只要不诚心去破坏别人，就你不拿东西砸到别人或者怎么样，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，你怎么着能出最好成绩怎么来。好成绩是对比赛最大的尊重，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自己带一个垃圾袋或者怎么样。真的好成绩是对比赛最大的尊重，这好成绩不是绝对的，就是针对您自己的。你想，一场比赛之后，你给赛会写个信，你说这场比赛我的体验非常好，我创造了我自己的最好成绩，那赛会肯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举办比赛人不是也希望成绩更好吗？是吧？况且这都是付费的比赛，那就是有人处理这些事儿，否则自己在马路上测试就完了，对吗？这是我的观点啊，可能有不同意的小伙伴，这个咱们互相保留意见，我尊重您每一个观点。6月11号星期日清晨6点53，训练结束啊，一个16公里。今天跑课表，咱们先看平均数，16公里跑了1小时12，平均配速4分30，功率223，心率152，步频203。但是今天是一个强度课，10分钟热身，然后3个10分钟。要求是对我来说是93%到98%的阈值功率。怎么看呢？就是243到253之间的功率吧，对我来说就是差不多就是马拉松比赛的配速，甚至要比马拉松比赛配速稍微慢一点，中间间隔3分钟慢跑。第一个10分钟就按照课表的要求的配速，稍微可能平均会快那么1%，也最多了，跑了2.55公里。你想10分钟2.55公里的话，就是3分50多吧，3分50多的配速可能是将4分嘛。然后第二组是2.6公里，第三组是2.66公里。第二组的后半组和第三组的整组，我的这个手表都一直提醒我，让我就是慢一点，就超过了那个上限。
它是连续超过那上限多少秒就会提醒，但是超过的不多。这种课表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要越往后越顶，不能是越往后越泄气，这样的话才有更好的效果。刚才没说完啊，这又没电了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伦敦马拉松，伦敦马拉松几乎差点跑成了我的最差成绩。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没有，现在我的最差成绩就是我的首马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最后还有800米我还在走，实在是跑崩了，太热了。那一天是伦敦有历史上最热的一天，同期体感30多度呀，然后还暴晒，有点中暑。之后还有800来米，跑后边我在那走，后边过来一老哥，老大爷，可能是本地人吧，拍我。然后让我跑，催着我跑，然后本来都跑不动了，后来说跑吧，然后拐过去看见那个白金汉宫，就又能跑起来了，就险些就是最差成绩了。所以赛道上呢，就是怎么说，更多的还是好事儿，但是其实人就是这样，人老是容易记住坏事儿，不愿意记住好事儿，是不是？像这次波士顿，还有之前东京，我都拍了赛道，尤其是波士顿，好多那个拍我肩膀鼓励的，然后给我加油的。因为波士顿那一场是第6场的人其实挺少的，就我后背别着那个第6场的，然后还有同样是第6场的，然后赛后也有人给你祝贺恭喜，特别的开心。就马拉松的赛道其实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你说社会的缩影吧，这话说的有点太大，但是有时候是这样的。我老说，昨天还说了，你在马拉松赛场上，你再快都有比你快的，再慢都有比你慢的，而往往是你可能刚开始能跑快，比方我刚能跑3小时40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真的挺快的了。我老觉得我前面没多少人，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跑得慢的时候，你跑5个多小时的时候，你老觉得哎呦，是不是后边只有我了？其实也不是的，什么时候都是这样。所以马拉松真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明天啊，不对，是今天。那行，回去看兰州马拉松了。今天参赛的小伙伴，比赛前肯定是看不到这部视频了。远程祝福吧，祝福大家都能顺利开心的完赛。咱们还是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，明天回评论。